您正在收听是958城市频道《真情我当家》，今天星期一，真情好爸妈就要开始了。悠闲的午茶时间，958真情我当家，我也来当家，加强亲子沟通学，真情好爸妈。学习要是有办法的话呢，其实是增加很多的乐趣，也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年底的学校假期就要来了。可不让孩子参加11月份的假期成语识字库识字阅读训练营呢？那这个训练营呢，为孩子安排了一系列轻松又有意义的活动。那么益全语言学校呢，特别为小朋友们准备了成语识字库的识字阅读课程。刚才我们已经见证了哈，一个5岁的小朋友恩心啊，就能够相当流利的阅读朗诵他从来没有看过的小五高华的这个课文啊，真的是叫人感到非常的惊讶哈。但是让惊讶之余呢，也要知道说，宋校长你是用什么方法帮助他认识那么多字的哦？除了刚才你说的，就是除了熟读这个成语用接龙的方式、游戏的方式，那么孩子在大量的这个成语的刺激之下呢，这个那个字库本身也能够增加的。这次的这个课程是为几岁到几岁的孩子设计的呢？这次我们从11月18号。到这个12月的年底呀，我们有不同的开课日期，每个课程呢是20天，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2个小时的课程，这样呢集中的训练一个成语识字的阅读营，这样的。我们的年龄呢是从4岁一直到中学生都可以参加的。那么如果家长呢实在这个假期呢安排不开，我们也可以参加来年的1周1次的课程。如果朋友们有兴趣了解更多这个课程，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68460600，68460600。我们上课的地点是在市区的 Beach Road， 还有马林百列和5级之马的 Coronation Plaza 都有我们的课程。那这些是不是会按照年龄段来分班？是的，是的，我们的这个课程整个的成语识字库这样的一个课程是一个系统的课程。那么我们从4岁、5岁、6岁这样的孩子，他们是一个初级的入门课程，在这个课程当中可以学到64条成语，那么学100多个词汇。生字方面是100多个生字，是给小朋友们从阅读儿歌、阅读标准句型开始。那么7、8岁的孩子呢，我们是叫成语识字阅读课程的中级课程，通过200条成语的训练，也是学会500多个词汇和100多个标准的句型和阅读大量的阅读，这些阅读都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么是从孩子们的眼睛看世界写出来的。这样的很有趣的文章，读了之后，孩子们可以把它当成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孩子们如果我们说可以这个鹦鹉学舌似的把它说出来呢，就变成是自己的了。到了小学3年级到6年级和中学生呢，我们就对成语的理解、掌握和应用这一部分呢，投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精力，尤其是对于中学生。那么每一条成语，这个字一定要会写，因为你会应用成语了，如果字写错，那这个还是错。对，其实到了这个阶段就要求的蛮难的。对于我们这个中学生啊，这个成语的要求其实是很难的。成语只有当你理解意思的时候，它字才不难。比如说众志成城，2个城是一样的吗？到底哪一个城在前面，哪个城在后面？所以很多你要理解了成语才会写。所以我们这个呢，也通过大量的阅读，有6万字的阅读，让孩子们能够，我们的目标就是能够自由的应用成语，能够掌握成语，能够储备大量的成语，然后独立的阅读，对阅读产生兴趣，产生乐趣，能够可以有效的阅读。会读书，读好书，这是我们整个课程的一个目的。其实这些都解决了的话，你的华语就根本没有问题了。当写作文的时候，出口成章，下笔如有神，可以写出很多漂亮的词句。那有些家长我们知道，他们都是鼓励孩子看范文嘛，范文还是有一点点
那是不得已的办法，那是不得已的办法吧，哈。对，因为你知道语言本身就是一个很灵活的一个工具。那么刚才宋校长有提到说理解啊，那理解这一块你们又是通过什么方法来培训小孩？其实如果我们一个孩子阅读能力强的话，跟学校一样有是的，是的，那个理解的文章，然后有些我们通过刚才我说我们6万字的阅读，每一篇文章，就是说我们读完了文章，孩子们要知道他的故事的梗概，要能简单扼要的复述出来这个故事，才说明他真正对故事有所理解。如果这个他没有明白，我们华语是这样的。如果你仅仅是会认字，其实不等于你能读懂书。我们华语是要有韵在里面的，那要有自然的断句，它才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所以学习华语很难，就是这样的意思。我们通过标准的句型，从小小的孩子我们就给他读标准的句型。我爱什么，我爱什么，我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我先怎样，后怎样。这样的话，孩子读熟了，说顺了，他们才能自然而然的去脱口而出。如果有些家长，他的孩子可能在小学高年段或者中学阶段，还是觉得华文华语很困难，他没有受过你的这些系统化的训练，他可以参加这个假期营。那就是快来训练就好了，真的，因为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到了小学高年段5、6年级的孩子，甚至中学生。孩子就是家长有劲儿使不上了，对，他们的记忆能力已经没有好像5、6岁孩子这么强了。可是通过我们这个教材，就是一个有效的、集中的教材，还是可以成倍的提高效率的。我们就是集中在我们前400条成语当中，全部涵盖了中小学必考的60条和250条。这样我们其实集中火力，有的放矢的，先让孩子们去掌握。那么我们比如说成语学了，我们不能要求他1000条成语全部每一条他都能够去理解掌握，可是它是分成不同的部分。比如说有一些成语他掌握得很好，他在说话的时候、写文章的时候可以脱口而出的应用，这说明真正的消化理解了。那么还有一部分他自己应用不出来，可是别人说的时候，他知道别人说的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是在一个半路的这个水平上。还有一部分成语可能别人说他只知道你说的是成语，但是这条成语什么意思我真的不知道。没有关系，这样的听多了，他自然就能够去理解了。前言后语的去把它互相搭配，互相去理解，甚至需要猜，对，慢慢的就逐渐的把它掌握了。我们现在是先让孩子们掌握必须掌握的非常非常常用的，常常在他们写作的时候、口试的时候需要应用到的这些成语先掌握。那么之后有其他的部分先记忆，他们全部都记忆了、累积了、储备了。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随着他们理解力的提高，随着他们语文水平的这个提高，逐渐的会把整个的成语是他一生当中消化吸收理解的部分。听起来好像学武功一样其实扎马步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招式要这样打但是你真正要对打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所以就是不能乱打，我们要知道是哪一个是基础。对，我们从浅入深，逐渐的教孩子能够去掌握。好，这时候4岁的嘉伟呢，有点不耐烦了轮到你上场了，嘉伟，对不起，让你久等。你要表演什么嘉伟？其实我们让嘉伟把我们这一篇成语的韵文稍稍给我们读一段，这样听众朋友也会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刚才一直说韵文说很顺畅，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请嘉伟帮我们读一下。嘉伟你几岁了？我今年几岁了？我4岁了。好，那你给阿姨们读一下。说的时候要把嘴巴张开，说清楚，好不好？好。好的，开始。多才多艺，一应俱全，如日中天，天方夜谭，表里如一，一目了然，大显神通，通宵达旦。很好，再读一遍。那么快就念完好。了。16字。江山如画，花好月圆，高朋满座，坐立不安，小题大做，
左顾右盼，龙争虎斗，斗胆包天。嘉伟，好了你有没有坐可以吗立不安跟左顾右盼？你要念100条啊！还要再读啊！你看小朋友就是这样，因为这是一篇韵文，所以他读起来他是好像不停的，对对。我们小朋友只要是一起头的话，全部的小朋友就一起读，从课室可以读到厕所。你看他还在读呢，他还在读呢。你看我们的小朋友学习有这样的热情，这是多少家长渴望的，对不对？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有这样的喜好，能有这样的兴趣。所以我们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家长们就可以把小朋友送来我们益全语文学校，我们帮你训练孩子，保证呢20天过后您就是刮目相看了，对您的孩子。让孩子通过这个游戏还有竞赛的形式快乐的学习哈，这是这一次成语识字库的训练营特别着重的一个部分，所以家长可以放心。上课日期呢从11月18号到12月底啊，您可以通过电话去联系，了解一下这个对你来说方便的上课时间，程度是从5岁到中学生都可以。那么学好华语第一步，必学成语识字库，热线电话68460600，68460600。那么958的 DJ 也会跟同学们一起学成语玩游戏。是的，958的 DJ 潘家彪、黄淑君和李伊莎都会呢亲临我们的现场，和我们小朋友一起玩成语。很好。所以想了解更多的话，你也可以上益全语文学校的网站 www.yuquan.com.sg 了解更多。是的，大家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68460600为您服务。谢谢你，宋云红校长，感谢，谢谢2位小朋友恩心跟嘉伟，跟阿姨说谢谢。谢谢阿姨。好乖耶。要喝水。哎呦。小叶。不要喝水，不是成语哦。